药师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他是一位和众生一样修行，或者是希望能够发愿，想到自己一个非常辉煌美好的未来。有一次，他经过长时间的准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发出一系列最神圣伟大的愿望，那大约就是药师佛12个伟大的愿望。我把这个12个伟大的愿望呢，就是总结成4个类别。它是非常的为我们人类思考，非常关注人类在生活、生命、生存中的现实问题。那最实用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希望我们人类众生都能获得身体的健康和完美。比如说各种残疾的状态，比如说耳聋听不见事，或者是哑巴不会说话或者是驼背腰直不起来，或者是眼睛呢看不见事，是盲人或者是天生的智力有些发育不良，乃至天生的特别的丑陋。还有讲到呢，就各种各样的疾病、传染病，也像现在这个瘟疫流行，那怎么样去抗病怎样从这个疾病中获得健康。他说希望能听到我药师佛，我们简称药师佛如来的这个名号之后，你这些问题都好了，都得到解决了，从此之后没有疾病身体健康，四肢齐全，还能聪明智慧甚至是长得还很帅很漂亮，连这个都关注到。还有说之前呢又病又穷，还没人照顾，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来照顾你，这个你恭敬药师佛，就可能很快就有了亲戚朋友了。我们华人有一句个俗语就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对不对？如果你很贫穷，你就住在市中心，亲戚都会好像没有，就没有亲戚。如果你一下富有了或者是有权利了，你会发现你很多过去的亲戚你从来没听说过，就你二姨他爸爸的弟弟的妹妹都来找你来了，是不是？很多亲戚就来了，是不是就都告诉你你们过去你爷爷贫穷的时候我都照顾他说你多大那是我爷爷，我爷爷照顾了你爷爷，所以你现在得照顾我，是吧？这事就来了。你小时候我都抱过你，这一听没记起来呀。对呀，你刚出生2天的时候抱过，当然你不知道了。有没有人说过去你小时候你们家很穷，就没那么多亲戚，到后来呢你们长大长出息了家里富裕起来了，好像亲戚朋友就变多了，是不是有这感觉吧？再就是说你那个贫穷又有病，没钱看病，还没有亲戚朋友，还没有家回但是你呢恭敬药师佛之后就有家了。那比如说现在吧，你也恭敬药师佛，你没有家没关系，禅堂就是所有朋友的家，好吧？那到禅堂来呢，我们的禅堂几乎如果按照我的要求的话呢，通常来吃饭啦，喝茶喝咖啡来聊天吹牛甚至来一起念佛走八卦给禅堂再干一些为大家服务的事情。到禅堂除了修行之外呢，还要去帮助别人
啊，代表佛的家。那佛是什么人呢？佛就是来帮助大家的这样的伟大的神灵。那你这样去恭敬他，说到禅堂来有家回，我还得干活啊，他有活干才痛快啊，对不对？如果你有家，可是你就不干活的话，身体并不健康。只有多干活才能找到自我，才能够健康快乐。所以菩提禅堂就是一切有缘众生的家啊，随时欢迎大家来回家来啊，来到家来吃吃喝喝，好吧？禅堂呢，就是所有的热爱修行的啊，恭敬药师佛的人的家。这第一大项就是关注着我们一切众生的啊最实际的问题。通常现在讲的就是第一条健康问题。那么第二大类问题，正是别的佛不讲的啊，药师佛很现实，说人不管长得多好看，没钱花不行。你说你都吃不饱饭，你说看你长得还水灵灵的，有可能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钱买粮食吃，吃不到饭的话，你不可能健康，你不可能好看，对不对？没钱有没有家呀？有家，但是什么都没有，除了里头有2个人之外，没有。我看到我们前几年去访问过，就在马来西亚一些小岛上，有些人家哈养好几个孩子，到了家里去什么都没有。有朋友呢发来这个巴西啊，巴西那个还是首都有个贫民区啊，他就走到一个人家，说能不能给我口水喝？其实想到人家看看他们家里长什么样子，他发现什么都没有，夫妻俩养2、4个孩子，连床都没有。他以为说是不是后面还有房子，就没有了，一共那一间屋，那间屋里头有个马桶挨着厨房，厨房上除了有一点的剩粥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说这是你们家？说是啊。那晚餐吃什么呀？说晚餐再说吧，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这个样子。哎呀，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啊，吃饭都是紧巴巴的，就是没那么多钱吃饭，更不要说供孩子好好读书了，甚至很多家长找不到工作。所以贫穷的问题也是影响我们所有的人类哈有一个美好健康的生活的一个基础。所以经济问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拥有的。所以如果你恭敬相信赞美药师佛，药师佛说了，我希望，他是希望你将来就成为富有的人，就是每个人都有衣服穿，这个有房住，还有很多好朋友，天天有人到你家来，有朋友和你往来天天都有 party 请你去做客对，有钱人就是忙着呢，忙着去赴宴会但是药师佛说了，你只要恭敬药师佛，你将来变成这样富有的人。所以大家赶快恭敬药师佛吧这是第2大类，多现实那第3大类呢，就是这个从古代到现在这个教人走歪道的这个方法特别的多。有哪些觉得让人走歪道的行为呢？吸毒，有人说了，吸毒同意；赌博、诈骗、抢劫。抢劫的更狠，不给钱要你的命这个我们有传统文化就中国小说里头，只要一贫穷，就占山为王。占山为王当中有口诀的呀，你们会吗？那我教你们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这过路费要不要缴不缴不让你过去所以我每天都缴。我现在都适应了
而且各种收费的方法都有，你只要把钱存到卡里头，汽车一过，咚咚，你的钱就没了，就咕咚一声没了。就是这样子。10年前我在韩国也是这样，人家拿手机往外一晃，钱就没了，手机还在这里。在那个高速路出口的时候，你的手机在窗户上一晃，就已经有一排那个放射灯就扫描，看哪里有钱，就把你钱给弄走了，就是真快呀！马来抢劫也够厉害的。所以女士们站在路边哈，我为什么一直反对女人背个名牌漂亮包包呢？那个抢匪都不抢我这样，都抢你们女的，身体又弱，虽然弱，但是背了个很贵重的包包，这不抢你抢谁呀？对不对？这个和高速公路不一样，这路边站就给抢了，没经你同意，对不对？你也没拿手机晃，也没刷卡，就把你连包带人一块儿抢。最恐怖的是，一抢一拽那个包包就把人摔倒了，尤其是后脑着地，通常就是摔不死你，也摔废了你，就摔出毛病来了，很厉害哈。所以背名牌包包的女人，请换包，好吧？所以从古代到现在很多行业都是引诱着人走歪道，前头是明确的走歪道，还有潜在的走歪道。有很多位妈妈就找我，师父来看看，你看我的儿子天天打游戏，晚上顾不得睡觉，早上顾不得刷牙，白天顾不上上学就要打游戏，他在走歪道，师父怎么纠正他？大家觉得天天打游戏不干别的，是不是走歪道？是，还在打游戏之中还在输钱，不是赌博的赌博游戏。就算是让你产生快乐的游戏，但是天天打，熬了那么多时间一天超过2个小时打游戏的，都是在走歪道。超过2个小时，你少打一会儿，当做一种娱乐，换换大脑，换换心情是可以的这个游戏不可以多打，还要不要玩那种有那个赌博性质的游戏？就算不赌博，也要控制住时间，否则呢？为什么妈妈说你走歪道呢？你会把学业、事业还有身体全部废掉了，这也是走歪道。朋友们再说一说，你觉得还有什么是歪道呀？骂人、诽谤、恶言恶语，但是总是说是自己也在走歪道，因为会形成什么呢？形成伤害对吧？我就骂你，真的骂你，诽谤、侮辱骂你让人起烦恼。很多打人乃至到杀人事件，就是从诽谤骂人开始。你骂我，还有人说你骂我还可以，你骂我妈，我就打你；骂我奶奶，我杀了你这个争斗就开始了。佛还说的更深了，因为这是精神世界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有人走向歪道，我要纠正他。那前头说杀人、放火、抢劫、偷盗、诈骗、吸毒等等的这些这是比较明显的。还有精神世界当中，人人都有的那种歪道邪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生有5毒：贪嗔痴慢疑。贪心你看不见，但是呢，他那种因为贪心会产生什么样的？我们没法举例都。只要有贪心，我们所以才有了去抢劫、去杀人、去诈骗、去绑票，是吗？去把一个无缘无故的人打棍子，路边去抢包包，甚至撬开门锁到你家里去偷钱抢钱，这都是贪心。所以贪嗔痴慢疑。嗔呢，愤怒。那怎么愤怒呢？你骂我，我愤怒了。还有让我产生这种怒火的东西，仅仅是因为你骂我吗？没有别的呢？嫉妒会不会让自己怒火攻心呢？嫉妒会不会
给他人带来伤害呢？会不会杀人？所以嫉妒心，乃至世界上很多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很多时候还是来自于两个国王之间的嫉妒。嫉妒怎么办？打。就像当代今天，你们家是吧？有核武器爆炸了，我们家呢，连正常武器都没有，我很生气，是吧？宁可让大家饿肚子，我也造原子弹。是两个家庭之间，他们家买了一个贵重的摩托呀，大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最讨厌的那种车，咣咣咣咣像开炮似的，是吧？作为邻居的你呢，生不生气？生气，生气不是他声音太响，是太贵。你心里话，我也有钱，我买一辆小轿车、小汽车。你邻居开了一个旧的小汽车，你连旧汽车都没有，你生不生气？对，嫉妒就变成愤怒啊，还有傲慢呢。傲慢自己不知道哎，而是我又有钱，钱比别人多，长得比别人好，身体还特别健康，长得好看啊，并且呢自己还知识渊博。说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嗨，说这都是俗人，他看谁都是俗人。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教授，到他家做客，他说：“师父你来了，一般的俗人我都不给喝的茶。”我说：“什么茶？”我放了2年半的普洱茶，我才跟你喝。哎呀，我说我的时间最短都是7年半的。啊，哎呀，那师父的才好呢。一般俗人不懂普洱茶。你跟我说，我说教授啊，你是什么人呢？那我也可以算是俗人吧。这句话，至少他这样的心情哈，这是他又入了傲慢的道。他其实平时对人很好，他邻居发财的，他还是保持他的风格。我就这样，穿着10几年前的旧衣服，我就这样，一点都不羡慕别人。他有学识嘛，所以内心很充实，就不会在乎那些俗人又买了车了、买了楼了之类的，根本就不在乎你。但是他会不会犯错呢？他有没有犯错？刚才跟我说话就犯错了，说那些俗人。你看我们这些不俗的人，都喝的普洱茶都是2年半以上的，你也太差了。那卖茶叶的人都是神仙呢哈，傲慢，就是觉得自己有学识自己是高尚的人。所以你看哈，邪一个是走了邪路歪路，还有叫邪见还有邪识，认识的是，当高度不够的时候，人自动就歪了。佛说我都帮着纠正你们，只要你恭敬歌颂供奉药师佛你就会从一切歪路邪路邪见中回归最正确的正知正见，正确的人生旅途。这一块很重要啊！这精神状态实际上是真正的左右着我们人生的高度，是否真正的快乐，是与这个精神境界比肉体的健康还重要这是第3大类佛带给我们的。第4个呢，其实特别容易讲。佛有一个伟大的愿望，说现在不管你是在做什么工作，有没有文化，有没有修养，还是今天多么的烦恼与痛苦，但是我盼望着，我也乐意帮助你们未来都像我一样，都能够开悟，都能功德圆满都能够成佛。这是佛陀最最高尚的最最令我感动的一个伟大的愿望。所以你只要去供奉相信药师佛，未来药师佛呢会帮扶着你，引导着你走向真正功德圆满，一直到觉悟成佛的那样的一个伟大的结果。那么我们再俗一点的众生说，说现实一点那是佛陀伟大的愿望。那我们怎么做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得到药师佛的
这个护佑、帮助、指引。第一个，首先做的要相信，要相信药师佛所说的话。那因为你不信，你不会去接下来去学习呀，去和他感应啊，甚至是供奉啊、侍奉啊，是吧？你没有相信，你不会做下面的动作，你也不会说你说的话我就不相信，不相信，但是我还来供奉，不可能。所以你只有信，才能做到接下来的叫供奉、信奉。奉是执行的意思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供奉了哈。那供奉什么呢？我们在东南亚啊，哪怕一朵小花、一个水果、一碗米饭，这都是供奉，是由自己的心愿中的恭敬感。比如说，我们恭敬我们的父母长辈，说我把美食正好是过60大寿，做一个特别好的美食，给我的妈妈，这是不是供奉啊？是。那供佛呢？至少也要参照供奉、恭敬父母的那种恭敬的心啊，来供奉佛。对，有信就要供奉。那么包括供奉佛像、药师佛的法相，供奉药师佛的经典。那么之后有缘我会给大家再深讲，像供奉佛像和经典带给我们的特别殊胜的利益。但是原则上说，你只要供奉佛像、供奉佛的经典，在你居住的周围大概1000平方公里，这都是吉祥的。我说至少是你们家人吉祥，这是肯定的啊，你会得到护佑的。那么第三呢和第二其实有点类似啊，供奉、供养变得更具体了啊。前头用说美食啊，蔬果呀，甚至是还有这供奉自己的能力，说我有时间，我来常常给大家去做贡献啊，我有时间去8个点啊，能带大家来离苦得乐，来修行得健康啊，等等，都是有很多很多进行供养的各种的行为。还有很多说我有钱，我拿钱来建道场，拿钱来塑佛像，拿钱来印佛经，拿钱来一起帮助穷人救苦救难，这些都是关键心中要有一个供养的心，再加上供养的行为啊，这就是供养。那么有了这些，才形成了叫信仰。信仰一定来自于绝对的相信。信仰，仰呢是依赖，一个是仰望和依赖的意思。当我遇到烦恼困难了，我求佛给我指路，至少佛给我加持啊，给我力量，给我信心，或者是我们修得更好的同修啊，能得到药师佛的感应，给我们启发和指引。第四，因为信仰，我相信呢佛带给我的好处，要想得到更多的好处呢，时常念佛不断，就是佛不离口，抽空就念。也是药师佛心咒，大家会念了吗？所以抽空就诵念药师佛心咒。那么这样抽空就念啊，念念不忘。当我们有事，无论好事或者不太吉祥的事要发生的时候，先是药师佛会警示给我们，你会得到启发。第二个会帮我们消灾啊，比如说你之前生命中说到今年这个年龄啊，又是本命年，完了可能会发生，假设发生一点这个交通事故，那么你的发心少，你的恭敬心不是特别够，但是你也恭敬了，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因为你的恭敬药师佛的原因，虽然不是那么真诚哈，但是你会得到护佑啊。通常呢，就是大灾难变小灾难，小灾难变成没有感觉，就是事发生了，人不受伤。因为汽车如果坏了之后，还有保险公司能赔，对不对？但是如果人撞死了，赔也没法赔，对不对？真撞残疾了，通常很难好，对，他就把你的灾难给化解掉了。但是如果你的
我为什么给你要做供养呢？你做的供养多，就可能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你都会怀疑，哎，算命的算错了，说这本命年有灾难，结果什么灾难都没有就过来了，因为佛帮你把这一切灾难化解了，那大概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念念不忘，与佛感应。念佛本身哈，既为自己呢能够消业消灾，消业是指灾业，所以就念佛就能消灾了。那么消灾，如果我有病呢，念佛也能让病慢慢好起来，还至少让新的罪业不会发生。还有经常念和感应的时候呢，所以佛有时候会提醒你。所以我们很多同修，年长的同修经常念念药师佛，等之后呢，有的时候孩子要出门，你就能感觉，哎，这次不太对哦，要小心哦，要不别出门，要不孩子你提前去到禅堂拜拜，经常是拿上佛像照片，拿上师父照片带在身上去，来护佑身体。我们很多同学做过这个事，对不对？结果子女得到护佑，就是消灾灭难，如意吉祥。这个与我们平时除了恭敬供奉之外，这个念佛有关系，会增加我们这个灵性哈，就等于和佛每天像那个你的频道是沟通的佛就是发现，哎，你的孩子出去有点灾难哈，要小心了，这个你立刻就像收到佛的电话一样，你就知道了。那么第5项就是要注意哈，这个很大的功德，就是去传播药师佛的伟大的功德和利益，比如说包括去传播药师佛经、药师经，传播对药师佛的相信，就传播药师佛信仰，或者替人讲解药师佛的，尤其是像12大愿望给人诉说药师佛带给你的利益去这样的传播的时候，就是在行菩萨道，在度人，这个功德就非常的大能一个是让病人迅速康复，还有让你希望保佑的事业呢能够容易成功所以呢，这个传播的本身就是这是功德之中最大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欢迎大家都要去多传播多诵念还有个真诚的心去相信所以当做到这些之后呢，我会慢慢就开始走向一种什么呢？叫厄运转好运疾病转健康，短命变长寿，丑陋变漂亮。谢谢大家。药师佛以慈悲智慧的大光明，照耀无量无边的世界，呵护一切有缘众生。在药师佛前真诚供灯，能获得药师佛的关爱与指引，消灾延寿，遇难成祥，消除烦恼，健康快乐。敬请访问菩提学院网站办理供灯手续。此次供灯可为在世亲人点燃药师佛结缘灯、药师佛爱我祈福灯和长寿吉祥光明灯。愿药师佛关照呵护我们的在世亲人，为他们带来吉祥、幸福与光明的人生。也可为往生的亲人供上永驻东方极乐世界超荐灯，祈愿药师佛接引往生亲人快速解脱，永远安住在东方琉璃世界，自在安详。
福气、健康、富足、长寿，集合一切美好与祝福，就在10月27日消灾延寿药师佛加持法会，结合现代与传统的盛会，精彩亮点活动不容错过。消灾延寿药师佛护佑你，为你保驾护航，消灾延寿圆满愿望，赐福加持。各路神仙加持师为你赐福与加持，愿你获得富贵、健康和好运气。超过100个吃喝玩乐档口，各种趣味游戏，海量奖品等你来拿。掀翻换境服装走秀比赛，超过30份的幸运大奖，包括8架最新 iPhone 手机、电子产品等你领回家，需符合条规。10月27日 MAEPS 早上9点至下午5点，2024消灾延寿药师佛加持法会等你来。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